初回卓球大魔走破線嵐より速い北条あの伝説の龍谷亮先生の一門重生類そして20代の若者よりスパシコイ年上組のカリスママト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呢向大家现场直播首届奇葩杯乒乓大魔王的单打决赛。那徐静蕾，请做好准备，现在比赛正式开始。哎呀妈呀，不能给我师傅丢脸！我也没给我师傅丢脸。好，现在，请问徐静蕾，你，这不算，这不算，这不算，一比，来，徐静蕾，请问你半夜遇到劫匪，他说你不唱歌不让你走，你会唱什么歌？青藏高原。第一次接吻。马东东，我问的是他，你慌什么？徐静蕾，你最短的一次恋爱有多久3年。拥有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房子。太实在了，不是应该说什么才华呀、善良啊、青春啊、对呀。好，才华、善良和房子。10年的猫和男朋友一起掉水里，你救谁？猫会游泳。丢人呢。请问，你觉得本人好看还是你的照片好看？照片好看。鼓掌啊！我赢了。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冠名播出，以及奶后吐真言不添加香精的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欢迎各位来到《奇葩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女神徐导徐静蕾，欢迎！站起来了。最近是因为有电影要宣传，叫做《绑架者》，在4月1号上演。《绑架者》里面的主演，有白百合，有明道，对，然后男主角还是黄立行，对，为什么依然是黄立行？他好呀。他哪一点好？哪儿都好呀。我们知道。走。我们的节目是由掏出来搞事情。还有，掏出来，你怎么有2回了？掏出来。节目由掏出来搞事情的小米黑科技手机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在4月6号的时候，是这个所有喜欢小米的朋友的节日，叫做米粉节。大家只要在这一天登录到这个小米商城，搜索我们的节目《奇葩说》，就可以一起来抢1亿元的红包。同时呢，我们要感谢奶后吐真言的纯真酸牛奶对我们节目的联合赞助播出，谢谢纯真。我们首先来看看今天的辩题，我们的辩论小天来，请。下面播报一则新闻：奇葩式雾霾来袭，空气质量将于今明2天进入最差阶段，能见度将不足10米，影响区域也将进一步扩大。据奇葩医院的医生说，这2天呼吸系统不适的人明显增多。目前，奇葩市发布红色预警，启动应急预案，小学、幼儿园停课，多地机动车限行。奇葩气象台预计，此次雾霾直到1周之后才会逐渐削弱，但不排除会有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近日，关于离开奇葩市的讨论也在不断升温，我们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接采。想走但是走不了啊，毕竟已经在这里打拼了很多年了，很难放下一切。
空气质量是全奇葩国的问题，躲到其他地方也没用。为了天气离开不值得，当然要离开。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我怎么工作生活？工作别的地方也有，我不一定非得在奇葩市才能实现我的梦想。今年我儿子才1岁，我真的希望可以领着他晒太阳。如果你奋斗的城市空气质量越来越差，你要不要离开它？就是要逼死我们啊！职中和如今都上了。我们的对手是蹦蹦，然后传明还有潇潇嘛。对我很好奇看蹦蹦跟菲菲老师的对决，多妙啊！两个脏辫儿。深切的怀疑他们是按照发型来分组的。但是我比他脏啊！可能因为他头发不洗吧。他那一看就每天洗。我洗啊，我当然洗，给你摸。我摸，真的。可以。假脏辫。新趴资格战，本赛段只有8位新奇葩能够进入下一赛段。每场比赛，2位新趴中表现更优异者晋级，另一人待定，获胜队得奖金。6场比赛结束后，导师从待定池中复活剩余人选，最终8位新奇葩进入下一赛段。今天对阵的新奇葩呢，可以说是2位脏辫界的内斗。蹦蹦，90后小酷妞，必杀技，你说的都不对。反正就不对，反正我对。臧鸿飞摇滚圈断手，必杀技，他的愤怒有魔力。我跟别人不一样，怎么了？我们先请我们的100位的观众，您先来投票。3、2、1，停。目前呢是反方不要离开的观众略多5票。那么今天的2位导师到底是哪2位要下凡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下凡，然后脸先着地。他都下去了，那我还等什么？罗老师，你离不离开啊？我不离开。那我就离开。我不是因为天气差，我是因为不想跟罗老师在一块儿。我们请陈总先来表达你的观点。我按事实说吧，我不离开。我跟老罗在一起好了。我看不了你们俩在一块儿，所以我只能离开。康永哥，马东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好，徐导，你的观点是什么？我离开。为什么这么果断？因为生命比工作重要吧。谢谢啊，怎么就只有1个人鼓掌？菲菲的嗨点跟大家不太一样。以你的观点来讲，就是如果不离开那个城市，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离开，因为我父母在，他们不愿意离开，那我就父母比生命重要。菲菲，你这会儿怎么不鼓掌啊？这是那边的，你的嗨他可能心里面在困惑说，那父母的生命到底重不重要？父母因为朋友都在，所以不离开。所以徐静蕾离不离开一个城市是由父母的朋友决定的。对。好了，那我们请2位导师下凡。欢迎马老师。欢迎马老师。大家好，我是菲菲。我说3点，第一个说离开，离开这个词儿，在中文里总给人一点伤感的感觉，就好像你从这个城市走了，就跟这个城市分手了一样。尤其这2年，很多人写歌老写城市，什么北京、长安、成都、兰州，好像我们跟这个城市有特别多情感，我们爱上了一座城，就像爱上了一个人一样，我们走特别难受。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难受。我给你们换一个词儿，特别简单，就是迁徙。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来这里，为什么？就是哪儿舒服就去哪儿，你明白吧？就是动物会因为觅食，为了交配，为了躲避寒冷炎热，它们自然迁徙。我们人为了什么呢？为了输出价值观，为了战争，为了很多事儿我们迁徙。我们人类就是一直在迁徙。人类如果不迁徙，哪有美国？哪有加拿大？哪有澳洲？哪有新西兰？这没有什么可伤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事儿。我们就是哪儿舒服去哪儿。第2点是奋斗，奋斗正相反，奋斗给了人家特别多正能量，就好像每个企业年会要演唱10遍汪峰的《飞得更高》，然后所有人抱着肩膀，我要飞得更高，翅膀卷起风暴，哪那么好卷啊风暴？你是擎天柱啊？
我们都是一个小人物，我们老是觉得奋斗就好像能成功，就像我走路就能到一样，其实这完全就不一样。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现在说《奇葩说》是最火的网综，你们就看到了成功的，你们知道有多少网综网剧烂尾了，有多少拉不到投资。东四环 CBD 每一片草坪在春天你只要浇水，你都能长出好多导演，还有很多编剧都住在咖啡馆里，每个丽都的咖啡馆最少10个编剧在聊电影，都能成吗？成不了。我告诉你们，大多数人我们就在这儿为了努力一辈子在奋斗，为了奋斗一辈子在奋斗，奋斗什么？我们能成功吗？我告诉咱们在座很多人根本成不了。那我们在这干嘛呢？我们就是迷失在了对欲望的执着中。那什么是切切实实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呢？就是健康。那你说你一个搞摇滚乐的为什么这么怕死呢？因为我经历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教育了我健康特别重要。就是我99年的时候一直发烧，发了快1个月，我去医院看了4次病，每次看完都看不好。后来我第5次去，我就跟医生急了，我说你这一个发烧你为什么看不好啊？后来他看了我半天，说哎小伙子，你头发这么长，你是不是搞音乐的呀？我说啊对啊。他说那你是不是在那个男女方面这个生活作风不太检点呢？我说还行吧，谁年轻没搞过几个对象啊？半检点半不老检点的吧，反正。然后他就说，小伙子，你这个症状，长时间的发烧、嗓子疼，你很可能是艾滋病。当时25岁的我世界观崩塌了，我年纪轻轻如花似玉，突然要面临死亡，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为什么对健康老不重要？觉得哎，健康没事，我且轮不上我，因为我们有健康。但是你失去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可怕了。我2天等结果，我在图书大厦站了2天，每天翻阅医书，想看看怎么能把艾滋病治愈。后来发现医生都治愈不了，我看书2天是解决不了的。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听我妈在那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保佑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个家没法待了，你知道吗？我大早上起来4点半我就出来，我到医院去等结果。我站在路口。我从来没那么渴望活着。我看着路上的人，我看到小两口卖包子，我觉得他们太幸福了。他们说笑笑，大早上起来卖包子，自力更生，他们多幸福啊！我看到开公共汽车的，我觉得他好幸福啊！他1年4季路过这条街，看着风，看着雪，看着下雨。其实我是羡慕他们，不是，是因为我以为我没有了健康。我羡慕的是健康。我们为什么奋斗？不是说我这辈子我不当科长我活不了，而是我想要幸福。幸福的前提是我必须要健康。别跟小品里说的一样，人生最悲惨的就是人死了，钱没花了。哎，这不挺逗的吗？怎么？所以，我的观点有3个。第一，离开虽然看着很伤感，但是其实它是所有物种的正常行为。第二，奋斗虽然吸引人，但是它往往会给你绝望，你的奋斗不一定会成功。那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对于一个平凡人，就是我去你活着比一切都重要。所以，如果空气质量越来越不好，选择离开是最好的选择。谢谢。你母亲是一个豁达的人，同时你反思了你的半老不检点的生活吗？没有，这谁年轻时候没搞过几个对象？这玩意儿你检点咋说呢？就搞1个对象叫检点。我们提醒一个事情，就是不管我们辩论什么，我们不要传递错误的观念。就是艾滋现在已经不是绝症，就是它是被当成慢性病对待。如果感染了，一定要接受治疗，它是可以。那个，我回家一定跟我妈说，您放心吧。跟妈说，所以你1999年的时候都是跟音乐圈的人不检点了。还行吧，反正江湖儿女嘛。我估计菲菲那2天应该脑海里面过电影一样哈。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健康特别重要，真的是我以前什么都不服，后来那天之后，我真的觉得，真的健康
你一旦要失去它，才知道它有多重要。谢谢。点点也很重要。好，那下面来到我们反方，蹦蹦，请发言。好可爱。然后我总结他说的3点啊，第一点，他告诉我们大家离开不悲伤。对吧？确实，分手也不悲伤，但是分手之后，你一个人躺在床上，没有人给你暖被窝，很悲伤。离开不悲伤，离开了你去另外一个城市重新开始，连饭都吃不起的时候，悲伤。OK，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他告诉我说，奋斗不等于成功，但是我知道奋斗不等于成功，但是不奋斗一定不成功。然后第三点，他说，非常影响我们的健康嘛。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影响一个人健康的因素是非常多的。除了这里的空气好不好，也就是环境好不好，更重要的还有你当地的科技发展，还有医疗条件。所以说，我认为刚刚你方说的是非常片面的，我认为不成立。OK， 那我下面来说，我要说的。首先呢，我扪心自问一下啊，我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平时很少会去掰着手指头数，我今天又吸了多少毫克的霾呀？我刚刚开窗通风，它又无情地侵蚀了我多少平方毫米的肺啊？或者刚刚我下楼倒了一个垃圾，是不是此生我就和100岁老人无缘了？根本就不会嘛，对不对？因为我是来城市奋斗的。对于我来说，我更关心的是我的工作到底顺不顺利，我今年年终奖到底拿的多不多，我到底能不能实现我的梦想，以及最重要的，那就是今天晚上我要吃什么和明天中午我要吃什么，对吧？这个才是我每天更关心的事情。所以呢，空气真的只是我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它绝对不是我生活的全部。第二个呢，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顿悟瞬间。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准备辩题，我觉得特别的紧张。然后呢，我就跟我的朋友一块儿去 KTV 唱歌。然后凌晨3点，鬼哭狼嚎，我还在唱。然后我当时我就左手拿着一个烤串，然后右手拿着一个啤酒瓶。我就当时困得我眼睛根本就睁不开，整个空气里就烟雾弥漫，齁得我嗓子根本就说不出话来。当时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到底有什么资格？我嫌弃空气太差，我根本就不配，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在生活中，它实际影响我们健康的因素真的是太多了。我刚刚提到的每一项，实际都比空气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要大得多得多得多。自从我妈妈会用微信之后，我妈妈每天会在微信上给我分享100种可以让我快速得上癌症，然后走向死亡的办法。然后我妈不让我吃炸鸡的时候，然后我不乐意，然后一提空气，一提奋斗，然后我就被空气吓走。然后妈妈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然后最后一点，我怕你们笑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此时此刻的我和我想做的事情更重要。如果你问我姥爷，他愿不愿意成为一个40岁就英年早逝的乔布斯，从此被载入人类史册，我觉得他不愿意，但是我愿意啊。好，要齐席，菲菲。我觉得刚才蹦蹦正好证明了我那个观点，就是很多人是这样，年轻想拿身体拼事业，然后老了想拿钱买保健品、买健康，但是你的目标会改变的。今天想挣10万，明天想挣100万，你的生活的品质越高，你离成功越近。先不说你有可能不成功，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空气越来越重要。你觉得呢？我觉得你说的不对。首先，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没错吧？舍去自己一部分健康，换取什么？换取我们的爽嘛！我在奋斗的过程中，我会有很多的阻力，这些都是在我看来奋斗的代价。而且我相信，真的就是几十年后，能够真正决定我们呼吸什么样空气的，根本不是我们能够逃亡到什么地方去，而是我们到底有多成功，明白吗？抓紧现在时间奋斗，为了以后我们有更好的健康。谢谢大家。他就是要钱不要命呗，在这儿你不能号召大家都要钱不要命，是吧？我们欢迎如今。为什么天气很差我们要离开？你们知道空气差会影响什么吗？会让我们嗓子疼，
喉咙会疼。喉咙疼的时候，你们知道会怎么样吗？吃东西的时候难受。来，我们来认真聊一聊这个题目啊。刚才其实蹦蹦的整个核心思想是什么？就是郑老师说的那个，他觉得要钱要命的问题，他觉得钱比较重要，玩比较重要，命没有这么重要，是吗？是每一个人都真的觉得健康没有这么重要吗？其实这东西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检查，检验一下，我们就知道到底你觉得哪一个东西最重要。如果有一些人说，哎呀，我这个光头的人，头发对我很重要，如果我可以长头发，我可以少活几年。你躺在床上快死的时候，我问你，来，现在你可以唰唰唰的头发一直长出来，你马上死，你愿不愿意？他说你神经病啊！你懂吗？每一个人在这里洋洋洒洒的告诉我，我觉得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我应该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都是骗你的。当你问他今天不是空气，是毒气进这个城市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想等一下要走，他就去唱 K， 我想要烤串，我不愿意走？不会，毒气来你马上走，你希望你是可以跑的、飞的，而不是走的。两个的差别是什么？是一个是慢的，一个是快的，就这样简单。每一个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两个抉择，到底是短期好还是长期好？长期来看，这个城市的空气是越来越差的。如果你说它会突然变好，那没有问题，但是它是越来越差，空气越来越差，你的健康就会越来越差。那你为什么不走？你肯定得走啊！看到就看到，不要我们眼干。你们假装没有看到。刚才我突然我以为我做错了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因为这些短期的诱惑，让我们不忍心选择离开。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你今天因为你待在这个城市5年了，所以你觉得你舍不得离开，那你待了10年的时候，你更舍不得离开。如果你觉得你去一个新城市，你很难开始，10年后你才选择去的时候，你会更难开始。我讲的是什么道理？离开要趁早，离开要趁早。有一句话叫做“有什么花你要趁早的时候把它摘掉”。有花堪折直须折，是吧？对，有花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莫等无花空折枝，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花在的时候把它摘了，不然它会枯的。我已经尽力了。我好佩服康永哥，他说有一个花，什么花要折，能想到那一句。我主要是搞不懂这个离开这个城市跟一个有花堪折直须折怎么连在一起。他的意思是有命逃跑，赶紧对，还有命的时候就赶紧走。好，那来香香。太国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臧鸿飞在给我们传输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年轻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养生。而且其次，他又说你们执着于自己的欲望。他说我就是要活着，空气不好我要搬走，我要活得舒服，这不是一种欲望吗？我们奋斗是为了更好的活着，而他是要活得舒服。为什么我们的欲望就比他的低贱呢？我们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样的地方空气最好？大草原，畜牧业发达的地方空气最好。但是我一个学传媒的男孩，我去一个大草原干什么呢？人家你说人家学唱歌的，还可以在草原上放声歌唱，我在草原上放声辩论吗？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题干是要不要离开你奋斗的城市？其实一开始啊，我们在选择定居城市的时候，
我们其实心里就有数，这辈子我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第一要素不是舒服，而是这个地方适合我的工作。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觉得雾霾很了不起是不是？那因为你们没有住过男生宿舍。我告诉你，雾霾会影响你的健康，男生的脚臭会让你猝死。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喜欢上课，我从来就没有迟到过，因为我推开宿舍的门就是马尔代夫，你们懂吗？那个时候我怎么离开我的宿舍呢？我搬到了女生宿舍。我会不加思索地做出这样子的选择，因为当时我没有顾虑，我不怕被开除，我不怕有处分，我只想要自己过得爽。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不离开？是因为我开始有顾虑了。因为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到每个城市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我的事业在这里，我奋斗的基础在这里，这导致我现在的选择非常的有限。如今说离开要趁早，对不对？但其实我告诉你，当你迁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逃避比留下其实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我过年的时候，我去国外找我朋友过的年，那是一个天蓝蓝海蓝蓝的地方，那里的天就好像 Win7开屏的那个桌面，但你试试连着看那个桌面5个小时，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知道当时我在国外我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吗？不管到哪一个城市，我先去华人区啊，找一家火锅店，吃完火锅之后再找一家 KTV。所以就其实你不管到哪一个城市，你都是在寻找你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习惯。所以今天啊，我要告诉大家，你不要觉得逃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当你放弃了你所有的奋斗的基础，到另外一个城市从零开始，你不见得能过上你更好的生活。最后呢，我再想强调一下臧鸿飞老师刚刚说的舒服。其实你们知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被不舒服的环境压迫着，也正是因为这种不舒服，才练就了我们的一身铠甲。包括在奇葩说对我的感觉也是一样，当我知道对面是如今跟黄执中的时候，我觉得好不舒服。我从小到大靠才华，因为他们现在我要靠努力，你们知道吗？如果不是他们俩，我不会用昨天半晚上的时间为一个观点写一本书。我多希望我对面坐的永远是艾丽。如果从第1季到第4季，我对面永远坐的是艾丽的话，可能到现在到今天我拿到这道题，当然要离开呀。为什么？因为脏，一个字概括所有的观点。我不会有任何的成长，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不舒服，不管是空气差，不管是交通堵，不管是房价高，哪怕是火锅不够辣，给我们造成的这种不舒服。如果自尊心又强，又贼会心疼自己，那你不需要奋斗，你好好生活就可以了。你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寻找最真实的美，没有人会价值你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奋斗，说明我们对自己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忍心，还是有那么一点不甘心，我们还是想搏一搏，哪怕不会成功。所以我要说，如果因为空气差就离开你一直奋斗的城市，一点都不酷。谢谢。他一个晚上就写了一本书啊！你吃了一桶泡面。好，下面到执中。要钱还是要命？大城市还是大草原？这些对比看起来很戏剧性，对不对？可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它并不是真正的选项嘛。有雾霾的城市不是唯一有奋斗机会的城市，并不是要你牺牲你的奋斗机会啊，对不对？世界上有好多地方可以奋斗。你说那我到别的地方，我是不是要从零开始？你怎么可能是从零开始呢？你的每一个奋斗本来就是会有积累的嘛。
对不对？你再想想看，你们什么样的人会在意空气的品质？蹦蹦有一段很棒，他说的是，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只管着挣钱吃饭，我管不到空气。当我们的发展没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温饱是第一要件。先管有没有的吃，我管它山穷水尽。可是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不是只管吃饱，对不对？你会想吃好，在吃好了之后呢，我想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安全之后呢，怎么样？我会开始注意到别的，比如说这个城市的教育啊，比如说这个城市的空气啊。保暖思淫欲，不是这个意思。人的诉求本来就是不断上升的。我知道潇潇刚才调侃我们，调侃得很厉害。他说哪有你们这么娇贵的人，哪有你们这么挑剔的人？可是请了解一件事情，一个国家最大的骄傲就是他培养出一群娇贵的人民。为什么？对，因为你上升了，你在意别的东西了。如果我们根本不在意空气，我们根本不在意空气，这个国家代表它根本还没起来，你懂吗 ？GDP 变成唯一的指标，那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嫌我们挑，你要为我们感到骄傲。更重要的是，我非常好奇各位，你们居然会觉得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选择，你们会看得这么重 ？No， 选择城市并不是那么重大的事情。城市不是注定的，是你的选择。你这辈子早就做过好多选择。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每一个人但凡念过书，你一定都是离开了你原本的城市，到一个地方就是为了念书嘛。甚至很有可能你谈个异地恋，你也会离开原本的城市，到达一个新城市，为什么？为了爱情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把它弄得跟生离死别一样，弄得变成人生很大的抉择一样，甚至上升到价值观？我女朋友在那，我过去的跟价值观有什么屁关系？我们可以轻易的离开一个城市，到一个新城市，甚至某种阶段的时候，也许会为了好奇而到了一个新城市，对不对？我们现在这现代人活的是个气体，古代人活的是个固体，安土重迁。我的女儿嫁到山对面的那个村，基本上就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见了。所以呢，叫西出阳关无故人嘛。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从台北飞到北京3个半小时也到了。现在地球村，天涯若比邻啊。什么叫天涯若比邻？就其实你所谓的离开，真没离开到哪去，就是从村头到村尾。你难道没有朋友来你家里，在你客厅抽烟？你说那我到隔壁房间避一避的那种过程吗？那就隔壁空气不好吗？你就到隔壁避一避咯。你以为你真的离开到哪里？你以为为什么要带那么多离别跟伤感？那都是不必要的，那都是以前的那种观念。这些事情之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如今想这个问题想那么久，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你的奋斗哪里都可以发生。你是气体，你是气体，你有翅膀，你可以飞行。我觉得他说的那句有什么了不起？你是这样说的吧？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因为刚才他们2个小朋友在讲，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工作，我不想离开，我就觉得好像不需要那么不自信吧？你这么厉害，你换到台北，你换到任何……是我这么说，主要是因为老板在这儿。其实说走我也是可以走的。你现在出门打车就给我走。好，接下来非常期待陈明老师来。陈忠学长说的有几句话说得特别好，跟我想讲的正好结合，就是城市是可以选的，该怎么选？我们要认认真真谈一谈，怎么选一座城市去生活。现实点讲，空气问题本质上是个钱的问题。家里一套新风系统，车上可以装一套小米的空气车载净化仪，真的，对吧？路上好一点的口罩，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环节装备，大家只要配备上，摊到每个月不超过200块钱花销，我们不一定能解决雾霾，我们能解决我们鼻子前面的空气的问题，而且这不贵。问题是，这1个月就多花不到200块钱，但是你待在这座城市能多赚多少钱，大哥？
就要比一比啊！你们一站起来说啊，这个东西空气差，这个东西伤了我身体，这个东西贵，好处呢？好处呢？没有一个人提，这思维方式有问题，所以这是我反对这个辩题的根源。然后我要提植荣老师深深打动了我的一句话：一个国家的骄傲就是培养出或者说拥有一批在意自己空气的人民，太棒了。人民的骄傲呢？是当你做的城市空气差你就走，还是改变它？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生活的顿悟瞬间，也很真实啊。我女儿2岁多，在家玩手机，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然后医生都会说，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对眼睛伤害非常大。我当然知道，但是我内心很纠结。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是教传媒的，我很清楚的知道，未来的时代本质上是个信息时代，你不会用这些信息的基本载体，你这个时代就越来越远。那一瞬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孩子这一代人生活在信息时代这一代人的有一个必然的代价，是视力会有影响。这件事情我就这么一想吧，我突然有点忧伤，因为我发现其实每一代人都有一个宿命中的代价，工业化大生产的必然代价就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能不能解决，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但我知道我们有解决过。1950年到1960年的伦敦，一次烟雾事件死伤1-2千人。洛杉矶的光化学污染曾经是被认为永恒的难题，可今天呢，蓝天白云是怎么来的？是他们城市的人说走吗？我们可以做一点事情的。我们开着汽油车换电动车呢？一步一步来，行不行？我们可以有路做的，但是不论哪一条路做，无论是民众意识的觉醒，无论是大家开始呼吁，无论是说立法的推进，前提是你得留下来，你得做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好像就是把它扛住。当然，你有选择走的自由，我们也有留下来争取一点骄傲的权利。还是那句话，国家的骄傲是在于人民在意它，在意的方式应该是发出声音，发出越来越大的声音，让大家关注这件事情，而不是拎包走，因为那样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落到最后，我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一个人的选择总是简单的，一群人的选择是可以开出花来的。扛起一点东西，一切都会好的。谢谢大家。自由辩论，甜甜来吧。因为我觉得陈明老师竟然敢提他的女儿的时候，不提他从来没带他女儿来过我们这边。你刚刚提你女儿的时候，为什么要规避这个问题？怕见你。我觉得什么事我都能忍，是不是？我自己什么都没关系，他们说的事情我都能够接受。可是讲我的孩子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不能接受，因为孩子是没有选择权的。是不是只有父母离开他才能离开？他就算一个人叫嚣，妈妈空气太差了，我要走。我说不行，我要奋斗。我觉得这个我无法忍受。既然我们可以做选择的时候，为什么我帮我们的孩子做了选择？能稍回应一下吗？这个要回应。我们确实涉及到孩子生活地点的选择，空气是个要素，是第一要素吗？不是，是教育质量。孩子能吸到的空气是钱可以解决的，只要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教育质量，由于聚集效应导致的教育质量，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空气是一个指标，但什么是更重要的那一个？看腿最能说明问题。谢谢。来，菲菲，我惊了，真的。陈明老师作为一个父亲，居然把一个孩子未经人家同意带到这个世上之后，跟这个孩子说：“我觉得你的学习比你的健康更重要。”我惊了。我特别欣赏植中刚才说的一点，就是有更多娇贵的人，证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更加的发达，所以我们应该为这些人感到骄傲。可是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一个福利社会国家可以养很多很多的懒人，这也是一个福利国家的骄傲。可是这跟你选择当一个懒人是同一回事儿吗？这不是同一回事儿。社会是为这些人付出了成本的，因为这些人的离开会给这个社会造成很多不可逆的代价。因为往往最有能力离开一个城市的人，是最有能力改变这个城市的人。更何况要保护你的后代，要保护你最心爱的人，重要的不是你逃避的能力，而是你改变的能力。所以就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应该留下来。好，OK， 我们下面请我们的导师来结辩。罗老师，您先来。感谢别让你的头屑陪我过夜的海飞丝。我靠，这也能卖出去的闲鱼 APP。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卢老师要站起来吗？这次不用，下次换一个难点的我会站起来。那换一个男的你站起来。今天我们的辩题是我们要不要离开？那我就谈这3个词，我要不要离开？先谈我是谁？我们看刚才女神徐静蕾的她的选择就是这样，她自己想离开的，但是她父母在，她离不开。她父母为什么离不开？因为他们的朋友在。马克思讲过一句话，人人都会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我们一系列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以及引发的内心欲念的那个总和。连猪八戒都知道要回高老庄，无论艰难险阻，就一旦起心动念，我要回高老庄，有翠莲在等我。唐僧都知道我要回东土大唐，只有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他随时可以走。人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它不是你想走就走的。第二，要不要？这就是选择嘛，对吧？我觉得选择可能有一个诀窍，比如说俩女孩，都喜欢，怎么选？倒过来想，我更舍不得谁。我在奇葩室呢，我可以给自己定任意的目标，我可以奋斗得非常爽，这是我不能丢掉的东西。可是我到了三亚，到了海南岛，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能不能回去。第三，离开。离开是一个动词，有一个经济学家叫薛兆丰，他写了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细节，说有一次他问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奇哉怪也哈，这人呐，想法千奇百怪，可是行动往往非常一致。任何事儿你搁到奇葩说这儿都能吵，但是呢，一件事情出来之后，大家的那个行为方式是差不多的，为啥？哎呀，那个人说很简单了，这个答案，因为讲话不用负责任嘛。行动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为什么说我可以坐着说哈，是因为我觉得实在是这个辩题有点不对等。就对方用行动表达你们留在奇葩室，语言有什么力量？是的。所以我觉得成人世界的第一条天条原则就是选择并承担其代价。好，老师了。我特别同意老罗刚才最后这句话，他说这个话题不对等。我说实话，我是觉得这个话题是不对等。要是让我选，我宁肯选坐在那边，就跟老罗的理由一样，就是这是一个不对等的话题。我想说说陈明，你提到了伦敦，伦敦是从1820几年开始，它进入工业化，就开始有空气问题。伦敦人奋斗了多少年？奋斗了100多年。1952年，他死了4000人。空气问题，伦敦解决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跟努力和奋斗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发现了北海油田，北海油田是天然气田，导致整个英伦三岛可以用天然气，而不再用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煤炭作为燃烧物。在我们的历史上，另外一个严重污染过的城市是美国的底特律。这个地方现在不污染了，因为它破产了。它原来是个汽车城，关门了，所以它现在空气好了。我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吗？刚才老罗说这个话题是关于我要不要离开，不是。这个话题前面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奋斗，这集中了奋斗的价值
和后面选择的价值。就是你有10000个理由说，就像徐静蕾说的，我父母在这儿，我走不了，我空气不好，我认了。只有奋斗，不太容易成为这个理由。高晓松告诉我们，有诗和远方，不止眼前的苟且。诗和远方是什么？是心灵的自由，是自由的权利。苟且是什么？奋斗那个字儿，往往就是对苟且的包装。所以奋斗真的不应该成为我们因为空气要不要离开一个城市的前提。所以这道题让我们选择的时候，诗和远方，我相信高老师跟我一样会选择离开。你让我觉得我来对了。好，那现在我们交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来投票了。到底要离开还是不离开？要离开按红色，不要离开按蓝色。各位请选择。3、2、1，停！听了这么多，我们也请徐静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这个问题是说是奋斗的城市，而不是我家乡的城市，所以我选择还是会离开奋斗的城市，因为事业嘛，尤其现在就刚才小朋友们也说，现在网络都很发达哈，实际上很多你的工作其实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其实最终取决于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对你来说是心安的，这个是我们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选择的理由。尤其是刚才那个小朋友一直说反正我们年轻人怎么着，然后我们上面几个老同志互相都看了一眼。好，你们年轻人真的其实就挺不一样的。你知道，坏的天气一定会带来坏的心情，坏的心情一定会让你有想逃走的感觉。可是过几天，这个城市天气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乖巧，让你有爱上它的理由。但是离开一个城市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我曾经非常想让我爸妈来陪我。我刚买房子的时候，我就带我妈妈来，因为南方是没有暖气的嘛。她进到屋里的时候，觉得那种温暖，她非常非常的幸福。当时看到我布置好的那个家，就特别感动，说我儿子真棒。你看，爸妈就是在长沙也没顾你，你一个人可以买一个房子，你太了不起了。然后我一回头，妈妈就流下2汪鼻血。我以为眼泪呢，我也以为是眼泪，因为他南方人的根本受不了这个暖气的干燥，所以其实离开一个城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何老师真的太客气了。然后你想，以何老师这今天跟他妈妈说买了房子你来，他妈进去说，哎，你真不容易，一个人奋斗还能买房子。何老师说，这栋楼都是我的。倒没有那么夸张，但我隐去了一个事实，那是10年前发生的故事。好了，我重点的意思是，不管你逃去哪里，哪个城市人越来越多，都有空气变得越来越差的可能。不管你离开这里还是去到哪里，我们每个人稍微做一点点，也许会有所帮助。特别谢谢陈明告诉我说，如果把暖气换成天然气的，可能会有所帮助；或者把车变成比如说电气两用的，也许会有帮助；甚至说我们少抽一根烟，也许有所帮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也许我们每个人在小本本上记一下，我们稍微做一点儿，看看有没有好转，好不好？谢谢大家。我去，这也能卖出去！闲鱼 APP。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用吃嗨了、喝嗨了，不如看嗨了的爱奇艺 VIP 看我们的节目视频，谢谢。好，我们来看最终的结果。由纯真3牛奶酪提供的纯真奖学金10万，谢谢。好，请坐。接下来是关于我们脏辫儿内斗的结果了，到底是我们菲菲还是我们蹦蹦获胜了呢？我们邀请康永哥、请全林老师，还有我们的徐导来做出你们的选择。好，请亮题板。关注微信公众号东西门，讨论节目辩题，看节目未播花絮，共赴有趣的高潮。
情的小米黑科技手机独家冠名播出，谢谢，下期见。我巨紧张，就是我就一直这样驮着，就是因为我紧张的胃一直疼。我觉得在我的可以的范围内，我已经很努力了，所以整体还是很开心的，没什么遗憾。我觉得《奇葩说》是一个很敢说好笑的节目。哇，那一直在，我都觉得剧本有时候讲什么是喜剧，喜剧就是讲真话，有时候就是喜剧，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节目为什么这么有意思的一个原因吧。也许我们每个人在小本本上记一下，我们稍微做一点儿，看看有没有好转。重要的不是你逃避的能力，而是你改变的能力。一个人的选择总是简单的，一群人的选择是可以开出花来的。扛起一点东西，一切都会好。使用手机百度搜索“奇葩说”，说出你的辩论观点，加入奇葩说吧，说出你的辛辣观点。登录新浪微博参与奇葩说话题词讨论，加入微博奇葩辩论团，一起比比起来。泡圈、泡剧、泡爱豆，尽在爱奇艺泡泡社区，快来关注奇葩说的爱奇艺泡泡圈子吧。这大学之大吧，主要是学问；这学问大吧，主要大在格局；这格局大吧，主要是思想。我跟你说，这思想的东西比较珍贵。你不要再说这些大道理，让我来教您些小学问。哎，这先别说，这小学问啊，我们是要卖的。想要吗？那上东气门公众号回复“小学问”。今天的男神，他是从《论语》来的，因为有朋自远方来。我叫马建岳，我的微博也叫马建岳。你觉得我不好，私信骂我，投诉我。你拍戏会不会用小 S 当女主角？看他什么样的类型啊？不是。可我觉得他的戏路很狭窄，应该只能演。那19块看的是什么样的表演？2个小时的少女歌舞表演。你是不知道我的绰号是什么？什么？我的绰号叫疯狗。你这是讲也讲不听，听也听不懂，懂了也做不到啊！你投诉我，激励我成长。发现对面没有正常人哎。爱奇艺悦享品质。